这个弯腰驼背、一声不吭的老人是我外婆，我整日叫她傻子，但她却从来不责怪我，因为她是一名哑巴。自打我出生以来，我不知父亲是谁，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。迫于经济压力，现在她要出去找工作，无奈只能把我暂时托给外婆。外婆家在偏远农村，那里的房子更是破旧不堪，虫子在屋内到处乱爬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婆，外婆高兴地伸手要抚摸我，我却嫌弃她脏，急忙躲闪。妈妈嘱咐我要听从外婆的话，说罢匆忙离去，甚至没有给外婆留下1分钱，仅仅带来一盒补品和我的几件换洗衣物。我和外婆目送妈妈远去，当外婆牵起我的手带我回家时，我怒不可遏，一把甩开外婆，并握紧了拳头。外婆愣住了，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惹怒了我，急忙用手比划出对不起3个字。我不吃外婆给我做的饭，独自在一旁食用带来的肉罐头。外婆给我夹的菜我尝都不尝，直接扔掉。她为了哄我开心，拿出精心准备的玩具，可我只玩带来的游戏机，不愿和她多说一句话。外婆已经77岁了，长期无人照顾，却依然步履蹒跚，挑着一根扁担去山上挑水。我丝毫不关心她做什么，反而穿着旱冰鞋到处放肆玩耍，累了倒头就睡。邻居看着外婆可怜，时常让孩子带些瓜果送给外婆。外婆知道我不喜欢她，所以总在一旁静静看着我玩耍。晚间，外婆在缝补她仅有的一双烂鞋，她的眼睛不好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根本穿不上针线。我从外婆的眼神中看出她需要我的帮忙。我玩的游戏不耐其烦帮她穿针引线，还故意拉出很长，叫她不要再来烦我。突然游戏机没电了，我吵着外婆问她要钱买电池，外婆掏出空空的口袋，是的，她没有1分钱。我不相信，我开始软磨硬泡，可换来的依旧是外婆的对不起。我气急败坏推开外婆，外婆险些跌倒，可她依旧当作若无其事洗着衣服。我跑回家翻箱倒柜，找了一圈下来，仍然2手空空。一怒之下踢碎了外婆给我准备的马桶，还把外婆唯一的那双鞋丢在石缝中。无奈外婆只能光脚上山，一瘸一拐给我挑水做饭。晚间我嫌弃她磨出血泡的双脚，无意间我发现一个宝贝，那是外婆的银发簪，有了它我就能换来电池。于是趁着外婆午睡偷走了她的发簪。我辗转数地，终于到达小卖部，可老板却说没有游戏机专用的纽扣电池。得知我偷了外婆的发簪，教训我一顿。因为丢了发簪，外婆只能用一个勺子插在头上。我做错事不敢回家，此时外婆颤颤巍巍前来寻我，她不但没有责怪我，还问我想吃什么。我拿出汉堡和炸鸡的图片，告诉她我要吃肯德基。虽然外婆不知道什么是肯德基，但她知道我要吃鸡。于是外婆带着她千辛万苦采来的草药去了集市。下午天降暴雨，外婆被雨淋得浑身湿透，手中却多出一只鸡。在她看来，只要能让我高兴，她做什么都愿意。外婆看着我睡得正香，来不及换下湿透的衣服，急忙给我去做念念已久的鸡肉。因为我想吃肯德基，77岁的外婆顶着滂沱大雨，赶了1天的山路，卖掉她千辛万苦采来的草药，给我换了一只鸡。可她却没有做成我想要的炸鸡。我看着盘中的鸡不是肯德基，哭闹起来。呵斥外婆什么都不懂。外婆见状，急忙把鸡腿放在我嘴边，我一把打翻饭碗，躺在被子中哭泣。外婆小心翼翼捡起饭碗，并把掉在地上的饭粒放在口中吃掉。半夜我被饿醒，看见外婆放在我枕边的鸡肉，大口吃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外婆迟迟没有起床，因为昨天淋了1天的雨，外婆病倒了。我学着妈妈照顾我生病时的样子，把被子盖在外婆身上，并用热毛巾敷在外婆额头，还把她头上的勺子重新替换成发簪，然后手忙脚乱为外婆做了午饭。几天后，外婆病好了，她看着我的鞋子坏掉了，带着草药和蔬菜和我一起来到集市。因为外婆不会说话，卖起草药格外费力。中午带我去餐馆，只点了1碗面，而外婆却喝了1杯水来充饥。她卖掉了全部蔬菜，给我买了一双新鞋。这一刻，我有一丝惭愧和心疼。外婆知道我并不喜欢她，但我却是她喜欢的外孙。后来路过超市时，我没有开口让外婆买游戏机的电池。在回程的汽车上，外婆又问我想吃什么，我指了指邻座孩子手中的巧克力派。外婆捡起包装，走向了超市。超市奶奶和外婆是旧相识，知道外婆在照顾我，特意多给了几个巧克力派，并且没有要1分钱。外婆只好回赠草药表示感谢。临行前，超市奶奶嘱咐外婆说당이 나오면 들어와. 난 무릎파가 아파 못 나가. 들어와. 죽기 전에 떠봐. 因为他知道外婆这一走很可能就是永别。我接过外婆手中的巧克力派，在车上碰见了其他小伙伴，命令外婆坐另一辆车回家。外婆想把包裹递给我，让我带回去，我嫌弃丢人，左推右挡，直到汽车开动，留下外婆孤零零一人。当我到达村口，看着一辆接着一辆车路过时，就是不见外婆身影。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外婆竟然为了省钱，没有买汽车票，选择步行回家。天快黑了，外婆拄着拐杖，一瘸一拐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十分
分愧疚，急忙接过她手中的包裹，偷偷放进一个巧克力派，也许这样能让外婆开心。第二天，同村女孩约我去她家玩，我特意让外婆帮我修剪了头发，可是她却把我弄成了西瓜太郎，实在是太丑了。我哭闹起来，没办法，用碎布包裹在头上，带上我的全部玩具。中途我发现外婆把游戏机包好也放在车内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怎么可能送给别人？我拿出来藏在兜内，转身用全部家当换来了女孩一只流氓兔。突然，一头牛被红色上衣吸引，直奔我袭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邻居好友挺身而出，他把疯牛引走，救下我。我浑身伤痕，边走边哭。路上拆开了外婆的包裹，里边竟然是游戏机，还有她攒的钱。原来她什么都懂，她知道我要游戏机的电池，所以拼命的存钱，眼泪顿时潸然泪下。外婆见我迟迟没有归家，特意过来接我，她心疼地帮我擦拭伤口，同时带来妈妈寄来的信，信中说过几天要来接我。我高兴至极，终于要逃离这个地方，可是现在我却舍不得外婆，因此我教外婆写字，让她在想我的时候给我写信。然而外婆这么大年纪，哪里能学会写字？急得外婆直挠头。外婆不会说话，也不能打电话，如果她生病了，她该如何通知我？想到这里，我哭得泣不成声。此刻外婆的内心一定比我还难受，她装作很淡定，一遍又一遍画着那些不可能写对的字，她不敢对视我，却在偷偷抹着眼泪。我又把全部的针穿上长长的线，然后画了一夜的画。几天后，妈妈来接我，嘱咐外婆好好照顾自己，而我没有和外婆说一句话。汽车出发前，我把画好的画交给外婆，外婆敲着窗户，似乎在和我道别，但我始终不敢抬头，我怕我舍不得外婆，舍不得离去。汽车开动了，我再也忍不住跑到车尾，用手比划出对不起。我不知外婆是否能看见，随着外婆佝偻背影的远去，我不知下一次见面需要多久，也许这是最后一次。我十分后悔没有珍惜陪伴外婆的时光。外婆步履蹒跚走向她的小屋，打开我的漫画，那是我为外婆写好的信，里边有她要表达的全部信息。如果她很好，她想我了，她生病了，这样外婆就能把她要说的话寄给我。也许在外婆心中，虽然我离开了，但她却从此不再孤单。我画的卡片将会像天使一样挥着翅膀不断地飞向外婆的家，外婆也不可能把信重新寄给我。故事到这里结束了。随着我们一点一点长大，那个关心你的外婆却已老去。我们的时间很多，他们的时间很少。如果你的外婆还在，无论多远，记得回家看看，献给天下所有外婆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到这里了，我是怪兽，下期见，拜拜。